最近很多人用 Cloud Code 做 SaaS 服务，但问题是自己用都很正常，一上线就开始网站变慢，图片载不出来，系统直接当掉等。因为能动跟能撑住大量使用者其实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今天我用一间手摇店的成长，让你理解整个后端系统是怎么从一人使用成长到大型系统。而为了更好的理解，我后面会用网站来代称这个系统。我们开始吧。丁丁阿公有一块茶叶园，因为每次采收完都会剩下一点茶叶可以使用，因此丁丁决定在山下开一间手摇店。这间店叫做丁丁泡沫红茶。除了茶叶以外，还需要大量的食材才能做出一杯饮料，所以丁丁在店的后面打造了一个仓库。这个仓库里除了有存放茶叶的地方，也有煮茶的区域，甚至还有冰箱来摆放需要保鲜的食材。除了食材以外，还需要一台电脑，并且安装一个简易的系统，可以管理物料，可以管理会员，甚至还有简易的营业记录。准备好后，终于正式开业。第一天，丁丁一个人忙内忙外，从收银到做饮料一手包办。第一天客人不多，但也算是真的开始赚到第一笔钱。现在点一杯饮料的流程长这样：客人到柜台前看完菜单点餐，丁丁 key 完单后，就会去后场仓库的冰箱里拿需要的食材开始做饮料。完成后把饮料交付给客人。对应网站这边来看，目前系统的架构长这样：一个前端，一个后端，两个之间透过 API 来沟通。后端后面还有一个资料库和档案储存空间，架构很简单，但是很脆弱。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了第一周。由于丁丁家的茶叶是真材实料，物美价廉，因此口碑很快就传开了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当每天的客人从原本几十人变成上百人时，点一杯饮料也从原本等3分钟变成等半小时。客人开始抱怨怎么这么慢。想象一下，就像你的网站同时有几百个人开始在使用，而且网站不只是前端的静态页面，而是有复杂的后端逻辑时，就会开始慢慢的卡住。遇到问题时，建议先盘点到底慢在哪一个步骤。这个道理丁丁也明白，因此他盘点了一下他目前的 SOP。目前的流程是 key 完单到仓库拿食材摇饮料，现在都是一人作业，明显忙不过来，自己就是最大的瓶颈。因此丁丁第二天立刻找了好友进来帮忙，兔姐负责摇饮料，侯弟负责从仓库拿食材出来。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请更多人来，就跟网站一样，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个 CPU， 那一颗不够就升级成2颗，记忆体不够就再加大。这样的做法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scale up， 垂直扩展。而更多人的代价显而易见，就是贵。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客人，大家都在发呆，只有在尖峰的时候需要这么多人力，代表其实花了很多冤枉钱。不过丁丁很幸运，目前为止还没亏钱，但也不赚钱，甚至坚持只要能做出更好的茶，有更好的口碑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喝，有朝一日能开始转亏为盈。过了一阵子，品牌慢慢经营起来，也开始被 KOL 注意到。随着 KOL 的推广，来的客人确实越来越多了，但大排长龙的问题又开始出现。这时候丁丁学乖了，不是急着去招募更多员工，因为这样成本会立马上升。他做的事情是盘点目前的流程。他发现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侯弟，因为仓库非常散乱，所以每次侯弟都要找很久，以至于耽误到做饮料的兔姐。对应到网站这边来看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资料库的优化。资料库的散乱可以透过建立索引来解决，量级很小可能没感觉，但资料一多就会马上开始变慢。所以优化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升级机器，而是可以先从资料库的优化开始尝试，例如请 AI 检查索引，检查是否存在 N+1 query， 或者避免 select 星号等问题。回到故事，当仓库整理好后，虽然找东西变快了，但每次都要从后场拿到前场，时间都浪费在跑来跑去上了。因此丁丁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去买了保温桶和冰桶放到前场，这样可以避免每一次都要到后场去拿。而因为前场的空间是有限的，所以只能摆放较常使用到的食材以及热门的茶底，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加快做饮料的速度。而茶底如果放在保温桶里，放久了就会有不够热的问题，所以需要时不时的把新的热茶倒进去。在网站上面，这个做法我们称之为快取 cache， 因为每一次去资料库拿取会耗费大量的时间，效能会不佳。而快取之所以快，是因为暂时把资料都放到记忆体里面，记忆体的读取速度又是硬碟的10倍以上。但因为记忆体很昂贵，而且空间有限，所以需要尽可能的摆放最常用到的资料，像是热门的贴文、最新的消息等。而刚刚更新热茶的动作，意思是在快取的资料也会需要时不时的更新，因为按赞数会增加，留言数也会增加，都需要定期的更新，避免让使用者看到过旧的资讯。做到这里，现在的架构不但优化了资料库，也在资料库前面多放了一个快取。基本上这样的架构已经可以解决许多问题，大部分的网站其实到这里就够了。但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，如果生意再更好会变怎么样？很快的这套流程让丁丁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排队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而这间店的大小是有限的，没办法再扩大店面的，因此
此只能朝着开分店去思考如何舒缓这些客流量。但开分店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钉钉找到了一个专业经理人，他建议在开店前要先做几件事情：一定要先让仓库和系统分离出来，统一管理这些茶叶和物料；二要将每个餐点做 SOP 化，每一家分店的品质要一致；三除了餐点以外，店家管理本身也要 SOP 化，像是菜单的更新、进货的流程、新设备的导入步骤等；四系统要新增功能，要能够监控每间店的营运状况。而对应网站开发上，我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。原本资料库、快取甚至图片档案等都会在同一台机器上，这时候我们会先将这些东西都先从机器中抽取出来。以 AWS 为例，资料库会用 RDS， 快取会用 Elastic Cache， 而图片档案会放到 S3， 抽出来之后才能让其他机器也可以读取得到。而餐点的 SOP 对应的就是要将网站模组化，有一个工具叫做 Docker， 可以确保在每一台机器上能够有同样的环境，安装同样的套件，执行同样的程式码。在 AWS 上可以使用 ECS 等相关服务，容器丢给它就会自己跑起来。而店家管理的 SOP 流程比较像是 CI/CD， 也就是不能每一次更新服务的时候都是手动进到机器里面做更新，这样100台就要更新100次，而且手动更新很容易出错。CI/CD 也有许多工具可以使用，以 AWS 来说，可以直接使用它的 Code Pipeline 串接 GitHub， 当程式码更新到 main 分之后，就会自动开始建制、测试并部署到所有容器上。最后提到的监控系统，除了要定时的做 Health Check， 确保服务在线以外，也要去捞取每一台机器的 log 出来，去看是否有异常的状况发生，发生后可以在第一时间反应。以上都设定好后，最后就要去做负载平衡。现实的开分店，客人会自己去到最近的店家做消费，但在网站当中，最前方还会有个叫负载平衡器，会自动把流量分散到不同的机器。分散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轮流分配，第一个人去第一台，第二个人去第二台，以此类推。而以上都只是开分店前的前置作业，并没有真的把分店开下去。而大家听到这里会觉得，哇，好多工具，好多技术，可能就会放弃跳过。但现在有 AI 已经不一样了 ，AI 可以直接帮你把这些东西设定好，只要给它权限，它就做得到。而数位的世界又比现实世界更简单，前置作业设定好后，现在只要在这边改个数字，就会自动做水平扩展，甚至还有 Auto Scaling 的功能，可以设定 CPU 的忙碌程度在多少以上，或者记忆体在多少 % 的使用量以上，就会自动扩展，非常方便。而回到钉钉的状况，照着专业经理人说的做，钉钉在5年间全台已经开了500间分店，业绩蒸蒸日上，一步一步的打造自己的手摇饮帝国。但不出意外，意外就来了。有一天突然点餐系统大宕机，因为每一间分店在确认客人是否有会员身份的时候，都会连到钉钉阿公茶园山下那个仓库里的主资料库来做确认，以至于大家同时在点餐的时候，各个分店一起连进去，造成系统大宕机。原本点餐只要1分钟，变成5分钟，速度直接慢5倍。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有些人会说，那就把主资料库做升级啊，但这样做只是把瓶颈换成更贵的瓶颈，因为不是不够快，而是出在所有分店在同一秒同时连进主资料库，无法同时消化的问题。换到网站的案例来看，资料库很容易成为瓶颈，因为资料为了保持一致性，所以不太可能同时开2个资料库，就像用2个账本在记账，一定很容易出错，所以资料库常常只有1台。而虽然只有1台，但还是有一些优化的手段可以做，例如其实可以把读和写2个动作做分离，意思是资料库大部分的时候都在读取资料，而非更新写入资料，而读取资料本身并不会造成资料不一致的问题。所以如果能将主资料库副本一份到副本资料库，然后读取时都去读取副本资料库，就可以分散主资料库的负担。这个动作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replica， 而如果有人要写入资料时，是不能写入到副本资料库的，而是要写到主资料库，这样才能确保资料的一致性。然后主资料库与副本资料库再时不时的同步更新，确保会是最新版的资料。但 replica 比较适合很多人查资料，而不是很多人同时修改资料，这点要特别注意。回到我们的手摇店，钉钉立刻打电话去卖系统的公司，公司立刻派了资深工程师前来，立刻再装了2台主机作为副本资料库，让各分店在读取资料的时候能够分散读取。这次的升级后，钉钉泡沫红茶店的事业也越做越大，并且将茶叶的生意单独拉出来，开了一间茶叶工厂，叫做钉钉茶叶。钉钉的事业变成了2间公司，钉钉茶叶专门负责茶叶的采收、烘焙与原料供应，而钉钉泡沫红茶专门负责饮料店的接单、制作与销售。2间公司各自专注在自己的业务领域，让系统边界更清楚，也能独立运作与演进。对应到网站这边来看，这样的做法架构上通常
称为 microservice， 也就是依照业务边界将系统拆分成多个独立的服务。例如常见的可以把图片处理、金流服务、通知服务各自拆成独立的服务，让每个服务可以独立的部署与扩展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当某个服务发生问题时，不一定会影响整个系统，故障可以被限制在单一的服务范围内。回到故事，拆分后，丁丁泡沫红茶的规模开始越做越大，分店也越开越多，活动也越办越大，而新的问题也开始慢慢浮现。例如端午节快到了，丁丁泡沫红茶开始推出端午限定礼盒，结果很多客人都打电话到总公司询问活动是怎么一回事，怎么购买，结果总公司的电话一下就被打爆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总公司把活动海报、商品照片、礼盒 DM、宣传影片通通配送到全台各个门市，这样客人就可以直接在各个分店获得礼盒的资讯，而不会塞爆总公司的电话。这样的手法在工程师的技术里叫做 CDN。当使用者打开网站的时候，就直接从离自己最近的节点取得资料，而不是每次都从主伺服器下载。资料会包含图片、影片、CSS、JS 等静态内容，这些资料都会提前被放到全世界的各个节点上。现在很多服务像是 Vercel、Cloudflare 已经本来就自带 CDN 服务了，所以只要推上去就能直接有，不用另外设定。回到故事，很快的来到了年尾，年尾有一个大活动双11，这一次总公司想办一个更刺激的活动，1元抢真奶。活动规则很简单，只要在11月11号早上11点整，就可以用1元的价格抢购到珍珠奶茶，全台限量100位，各个分店会同时连线。而这一次总公司也不敢大意，一早就在各个分店门口拉起了红龙，确保每个人都按照顺序排队，并且不会把柜台挤爆。回到网站的世界更可怕，如果一场演唱会同时有10万人要进去抢票，就会瞬间让系统崩溃，因为每一笔请求都需要对资料库做更新，不单单只是读取资料而已。这时候系统会先用 Rate Limiter 控制同一个时间能进来的人数，接着再用 Queue 将每一个请求做依序排队处理。所以当使用者按下购买后，系统会先回复请求已收到，正在处理中，然后后台再按照顺序一笔一笔处理订单，这样就不会让10万个请求在同一秒全部打爆资料库。以上就是大部分系统的优化流程了。会发现从一开始只有前端、后端资料库，到后来优化了资料库，建立快取，做水平扩展，做 Replica、Microservice 加 CDN 加 Q 与限流，每一个技术都不是第一天就存在，而是每一次遇到新的问题后，系统才被迫长出新的架构。很多人现在用 AI 做产品，会有一个很大的误会，以为只要功能做得出来，产品能够上线，就可以摆着去睡觉，等钱进来。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一回事。而今天这一整集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其实不是你记住了多少技术专有名词，而是当你的产品开始变慢、开始卡住、开始宕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多技术 AI 其实都可以帮你做，你可以直接跟 AI 说，帮我做快取，帮我优化资料库，它都做得到。但前提是你要知道现在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这集有帮助到你，记得订阅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